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为大家讲话。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江泽民去世了，咱们今天聊一聊长者的话题。我对江泽民的印象总体还不错，他当年曾经接受过华莱士的采访。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里啊，接受过华莱士采访的一共只有2个，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江泽民。后来的这个胡锦涛啊、习近平啊，那完全不敢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了。到习近平的时候，别说西方媒体了，我看中国媒体采访他都害怕。所以呢，你看江泽民当时敢接受华莱士的采访，那绝对还是挺有勇气的。要知道当年啊，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啊，第一，中美之间呢相对来说还是蜜月期；第二呢，就是华莱士当时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时间限制的也比较死，而且说实在的，华莱士当时被邓小平强大的气场所震慑，没有提特别尖锐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提了关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然后呢，江泽民可不一样，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啊，其实正经历89年之后啊，中美实际上双方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更何况啊，其实江泽民也知道，华莱士其实采访他的时候一定会问非常尖锐的问题，但他也接受了。那么采访过程中，华莱士指着他说：“有人说你是个独裁者。”江泽民还能谈笑风生啊，在共产党国家领导人里头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你要靠这个历史这个形成。我就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的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了，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我实在我也不是亲，我一个上海市的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但是呢，小平同志讲都已经大家研究决定了，所以后来我念了2首诗，叫“格力不假身世意，其祸不备全”。那么，所以我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说干了这10几年，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概3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把邓小平的理论运了党上；第三个，就是我们搞3个代表。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能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后来又干了1年0 8个月，大概我在部队干了15年军委主席，还有98年抗洪也是一个很大的，但这些都是我主要的我就3件事，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人已经去了，江泽民啊，今天我就来讲一讲江泽民他主政的这10几年的时间啊，他对中国社会啊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第一点啊非常重要的就是3个代表啊这个理论的构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啊，原先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啊，它其实核心呢是这个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是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革命党。那么革命党里面呢，他就讲工人阶级啊是先锋队。这农民呐、资产阶级啊，这个还有这个什么知识分子啊，你要么是同盟军，要么就是阶级敌人，就需要斗争你。在这里头呢，其实只有工人阶级啊是这个最纯洁的。那么这个革命理论呢，带来一个问题，他就把整个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之后呢，拼命的搞政治运动，甚至在自己内部啊，天天搞纯化的政治运动，一直要越来越纯洁。纯洁的过程中间就是看谁都不顺眼。那么这个实际上最终导致的结果啊，就这个社会中间是把这个社会的精英基本的排除到了这个整个执政的体系之外。任何一个社会啊，其实知识分子都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但是在共产党早期的这些理论中，这知识分子啊是臭老九，你是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毛泽东顶多说老九不能走嘛，是不是？那你这个身份先天的就比工人和农民都要低啊，他把你规定的比工人还要低，你想想你在这个社会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那于是乎，那你想想这个社会如果都是用文盲无产者去领导，而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都变成了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这社会可不就是反智吗？所以老毛的这一套理论呢，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这套理论呢，整体来讲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啊，邓小平呢，其实他是把老毛那套推翻了，但邓小平实际上没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你去看邓小平的理论呢，基本上是比较零散的。我看邓小平的很多这个文章啊，我有看《论语》的感觉，就是他的很多话就是一句话，这一句话你听起来很有道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啊！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什么等等啊，就这些话，它都比较零散，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意识形态。他只是觉得老毛做的不对，我现在我也想不清楚。说白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就先干。所以邓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你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你执政党要往前走，你肯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所以说，邓实际上对毛是完成了一个破立的过程中间，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江上台之后呢，实际上是在王沪宁的帮助下呢，重新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被称之为三个代表。所谓三个代表啊，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啊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它其实核心讲的就是说，共产党不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我共产党永远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先进的这个思想，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那全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农民啊，包括工人呢，甚至包括资本家呀，都是我要代表的一部分。那你想想，这个体系跟老毛那个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我在邓那个时候，我那个里头，我曾经讲过，就是按照邓的改造方式啊，共产党其实是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了，它在逐渐的改成欧洲的类似的那种社会民主党，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它还是一党专政。假如说它要是搞政党轮替的话，就它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它已经不讲实现共产主义了，它也不讲阶级斗争了，就是马克思列宁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核心已经被他们放弃了。但是真正被他们彻底抛弃的，实际上是在江的这个三个代表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后，才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重要的，它构建了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它也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去审视共产党，于是你才可以搞舆论监督啊，于是你可以才搞党外的这些批评啊。你想革命党允许你批评吗？革命党不允许你批评啊！你批评革命党，你就是反革命啊！你就是与人民为敌啊！你就是与革命为敌啊！但是当你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那好了，你执政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那你要么是经济发展，要么是你执政的方式正确。那如果你这些做不到，老百姓就可以批评，甚至可以要求你改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江完成的这个三个代表的理论体系啊，是他任期内呢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最大的贡献。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应该说在江执政的那10几年的时间里头呢，是完成了共产党的就中国的改革的深水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中国这个改革是从一个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啊向市场经济改革。这个改革实际上在整个共产党国家里头没有成功的先例。大家都知道俄罗斯采取的是脆性瓦解的方式嘛，一夜之间这个共产党的体系就不存在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休克疗法的方式给大家发这个所谓的私有化券，然后呢，这个国有体系就崩溃了。但它其实说白了代价挺大的，因为通货膨胀搞了10万倍，这个国家过去每一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财富都不见了。然后呢，最后形成了寡头经济啊，然后普通的老百姓和这些寡头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挺大的，最终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没有那么显著。那么其他国家更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
所以从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国家里面，要转型到市场经济国家里头，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技术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国有企业你怎么处理？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当时在中国啊，这些国有企业首先是竞争力不行了，确确实实不行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共产党过去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是有承诺的，这个承诺实际上是国家承诺，要养他们的，说白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他们解雇了。所以在江时代，实际上它解决的这个改革的深水期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了铁饭碗，就是把国有企业啊，这些过去认为你进了单位你就进了保险箱的这些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给改革了。于是那个时候就通过下岗的方式，把这些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推向了市场。你要么破产，你要么呢你就重新获得新生。我父亲当时那个企业啊，实际上就在整个这个下岗潮的改革过程中间就近乎于破产了，其实就是因为它没有竞争力了嘛。但是这个呢，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那个转型时期的人，应该说是有阵痛的。那个下岗时代，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构起来啊，所以很多下岗的家庭啊是非常悲惨的。这个朱镕基当时事后其实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头也曾经讲过，但是这个改革当时是必须迈过去的，如果不迈过去的话，中国改革没有出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价格双轨制。大家都知道，一开始中国的价格改革呢，实际上是实行两套价格体系，一套是计划内的，一套是计划外的。那么这两套价格体系形成的价格差，就形成了所谓很多腐败的这个源泉。很多人通过这种批条子啊、走关系啊，可以价格内拿到了这种商品啊，按照计划外一卖就可以赚很多钱。所谓官倒，当年指的就是这个。就你通过权力就可以通过价格差来实现这种所谓的这个超额收益嘛。那么最终朱镕基主导的改革过程中间，把这个价格的双轨制给取消了。价格的双轨制取消了之后，当年曾经也带来过巨大的震动，巨大的这个通货膨胀，以及这个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的大幅贬值。那么这个当时啊，这个有那么5年8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确实是挺艰难的。但是熬过去之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是给后来的整个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也就闯过了这个深水区。我个人觉得，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啊，它是中国改革最难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在这个区域里头完成的。当然，最终水到渠成呢，实际上是加入了 WTO。中国的经济真正腾飞啊，是从中国加入 WTO 开始的。当年因为中美关系不是特别好嘛，每年都在讨论这个最惠国待遇问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龙永图跟这个美国谈判加入 WTO 的时候啊，那个当时谈判的那些内容总是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最终加入 WTO 的时候呢，全国人民都非常非常兴奋。应该说那也是宣布啊，中国开始融入整个世界的开始。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是从中国加入 WTO 开始的。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为我们做重要讲话。今天来同大家见面，我感觉到非常高兴。讲3句话：第一，衷心感谢接受了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第3个方面，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是到点下车。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全是终身制。全世界哪个国家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那么邓小平上台之后，充分意识到了老毛搞的这套啊，领导干部中心制不行，而且他们这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啊，受老毛的这种家长制的影响啊，苦不堪言。所以他们最终邓小平下决心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但是邓本人说实在的，他没有受任期制的限制。他虽然说他打破了任期制啊，他是用那个胡耀邦啊、赵紫阳啊。但邓生前实际上没有践行这个呀，因为胡的下台和赵的下台都是非正常的情况下下台的。
江本人实际上也不是他钦点的了啊。所以呢，江实际上他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就2012年的时候，其实邓其实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江他能够完成这个权力的交替啊，差不多是整个共产党国家里面的唯一一次啊，也是唯一一个。我们说句心里话，那个时候说实在他真不退，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人也对他没什么办法。但是江到点就下车，把位置让给了胡锦涛，算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共产党国家里面按照任期制权力转移的第一次，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又是修宪呢，又往回搞，你才知道当时这么搞的弥足珍贵。那你想想，因为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嘛，这个先例就是说，一个领导人只干10年，干完10年之后你就退休，虽然保留总书记的待遇，但是呢，不再干预这个后继任者的这样的一个施政方针了、施政决策了。当然了，江当时退休的时候呢，还保留了军委主席啊，保留了1年多的时间，留了一个小尾巴，跟他们说叫扶上马送一程。但总体而言，实际上他对胡锦涛的那10年没有太多的干预啊，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那应该说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啊。你放眼看整个东亚地区，我觉得江泽民那个时代啊，有点像台湾的小蒋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说经济比较落后啊，但是全社会每一个社会阶层啊，它都在不断的改善啊，经济在不断的发展，然后每个人的境遇呢也在不断的改善，法律也在完善，社会也在开放。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讲，也正是那个时代诞生了南方平面媒体的南方系、南方周末，然后电视里头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所以呢，那是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时代。虽然说政治体制改革啊，确实因为89年基本上中断了，但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市场化的进程和法治化的进程没有中断，那也是当时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啊。那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讲，应该也是如此。我过去曾经讲过，而朱镕基啊、江泽民呢，其实本身对舆论监督的作用都是充分肯定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当年我们焦点访谈啊，曾经做过云南省啊一个镇长逼死过自己镇上的一个开饭店的人。焦点访谈做了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江泽民看完之后，马上打电话叫云南省委书记，让他第2天早上赶到这个中南海。这省委书记一大早第2天就赶到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对他一通臭骂，就说你们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看你们底下这些官员是官员还是土匪？这个省委书记江泽民骂他其实也不敢接声。出来之后，他就找到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当时找到台长赵华勇，然后他就跟赵华勇说，他说啊，我不是说你们不该报这件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镇长我们已经处理了，你们在节目中间应该把这个话给说出来。我在总书记面前其实也不敢解释。你通过这个细节，你就知道当年的朱镕基和江泽民对整个媒体对他们政权的这个监督啊，实际上是相当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大家可以看江泽民其实在外国记者面前的表现，到国外去出访时的那些表现，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对整个西方社会里头这种言论自由啊，包括这种对媒体第4种权利的监督啊，他是有很大程度的认可的。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他说：“江泽民先生，就是您现在在这里演讲，您在场外就有人在抗议你，你怎么看？”他说：“我现在我知道他们在抗议，但是呢，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就是把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呢说得更大，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你想想，那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啊，确确实实还是蛮令人缅怀的。每一个人，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呢，都几乎能够觉得生活有希望，前途有希望。第2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一切啊，太令人绝望了，不是吗？这个有人经常讲啊，就怕货比货，人比人。用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跟江泽民时代相比啊，你别说，江泽民真挺了不起的。